大家好，我是高医生。今天呢，要讲一讲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的问题。当然啊，谈到治疗的话，或者是谈到预防的话，这里边要说的不是很全面，因为毕竟啊，原发性高血压很多时候它的发病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出现了，所以你说你怎么预防？比如说啊，你知道家里边有家族的遗传史，可是你说我就预防不让血压升高，这可能吗？这种现象说实话真的不太可能。我们主要谈的预防实际上是对继发性高血压还是有点作用，因为你平时控制好你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啊，少吃一些主食，或者是少吃一些含钠的盐，也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控制盐的摄取量。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个问题，我们只是一个个体啊，大多数人不是医生，不是营养师，我们怎么来控制？一天之中我们对盐的摄取量没法控制，因为很多食物当中它都含有钠离子，我们没办法把所有吃的东西都计算一遍，这不太现实吧？毕竟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是正常的生活，我们只能有意识的不去吃那些比较咸的，或者说含盐比较多的东西，也仅仅如此。可是你要去网上查，我说实话讲，那你就真的什么也吃不了，你就饿死算了。咱们说句不太客气的话，许多人做讲座的时候，他根本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要求人家这么多，那么他能做到吗？咱们说实话，我们所有人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大部分还是都在为生活去奔波去拼，压力就是大。然后你说要控制压力，去冥想，去静坐，这一切有没有效？我承认有效，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是吧？早晨起来哪有冥想的时间？尤其是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早晨起来又忙活孩子，又送上学，然后好不容易熬到上班了，工作又忙得不得了，到了下班又去接孩子，又做饭，有的时候孩子又要辅导功课等等，造成一天的睡眠很少。这种现象不是说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或者是医生一张嘴就能解决的问题，这解决不了。很多人都生活在这种忙碌当中，没有办法，为了生活，为了生存，是吧？所以我们讲真正的预防，也只能在心里面去想着这件事儿，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所以说这个所谓的预防，我认为是一个不太现实的这么一种说法。咱们再看看所谓的治疗，首先是从西药来讲，它无非就是三大类，一类对于老年性的高血压或者单纯性的收缩期高血压就是心脏在收缩的时候，把血液通过心脏的动脉，也就是心血管压出来，送到我们全身的血管里面，这就是单纯性的收缩压高。在临床表现就是我们的血压呢，它的收缩压值非常高，而舒张压呢是正常的。这种高血压它呢使用的叫做钙通道阻滞剂。可是问题来了，钙通道本来老年人他身体里对钙的吸收就少，而流失的多，然后你又给他来一个阻滞，那么他身体能好吗？这种情况下到底有多少副作用？大家去想吧。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对咸的东西，对盐比较敏感的高血压这一类，特别是原发性高血压，它使用的就是利尿剂。利尿剂我说句题外的话，用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你的肾脏？它又存在着多少的副作用？当然了，作为医生或者是作为医疗机构来考虑呢，就是你现在出现的临床症状哪个比较重，它就要有这么一个取舍。可是如果长期按照这种取舍的话，
那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当麻烦的。一旦产生了这个并发症，比如说冠心病或者是心动过速了，它又使用呢叫做贝塔受体阻滞剂，那么问题又来了，你能够一天24小时去阻滞，不太可能吧？所以说西药的使用肯定会带来一些副作用，这里面我就不会讲太多了，因为呢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在临床当中遇到了这类患者，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只能去解决他眼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医疗原则。至于说中医治疗高血压的问题，那药方太多了，讲的也太多了，咱们这里呢我就不再多讲了，因为这些常识或者是这些药方等等的，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我就来说说啊，我给你们提供的特殊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就是我在前面第2讲所讲的轻断食疗法。我肯定的要说一点啊，这种轻断食疗法不是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100%有效，这个不能肯定，因为个体差异不同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对95%以上的患者都是有效的。你要问我能不能达到完全治愈的程度，我也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因为大家的个体差异都不一样。但是我要给你讲一讲这种轻断食疗法的原理。你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我建议你去试一下。如果它真的有作用，你何乐而不为呢？尤其是在目前对高血压本身的病因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更何况这种轻断食疗法对高血压的治疗有着很好的效果，这种病例很多，我这里呢不一一列举，我只能给你们讲一下它的原理和它产生作用的原因。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在1周之内你不吃任何食物，也就是说啊，你没有多余的钠离子来源。当然了，你说我完全不吃盐，那身体不就完了？不用担心，因为在给你的营养剂里面，它包含着钠元素，但是它的量是被控制，它不会让你啊不知道去吸收多少，或者说呢，像正常的吃饭一样啊，你吃饱为止，根本不知道你这一顿饭当中你吸收了多少钠元素，这不一样。它是给你了一个固定的量，保持你的机体正常的代谢和运转，同时也给你补充了一些钾元素，这个钾元素也是让你能够吸收的一个状态。更重要的是，通过轻断食，你能够调整你整体的内分泌系统。前一讲我已经讲过，对所有的高血压患者，我的临床经验判断都是内分泌系统首先出了问题，所以啊，还是要调整内分泌系统。调整内分泌对钾元素、钠元素，甚至呢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的平衡。一旦我们身体这种平衡达到了，那么首先我们内分泌系统就会慢慢的恢复。所以在这里我为什么强调轻断食它有这样的作用？实际上临床当中我们发现了这种效果。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理论上它是完全可以说得过的。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用轻断食疗法来解决你的高血压问题。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原发性高血压，莫名其妙的血压就升高了。然后呢，他经过使用这个轻断食几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只有7天嘛，几个疗程之后，他现在完全脱离了降压药，血压每天都在监测，都恢复正常。他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血压监测一下，这个我们叫做静态血压，血压值在正常值之后，他又开始坚持让自己的这种内分泌系统慢慢的恢复。至于说需要
服用多长时间，或者说多少个周期才能达到这种效果？这个我认为大家没必要去针对，因为个体差异不同，没办法给你一个固定的时间。我前面呢对轻断食那一章呢已经讲过了这个道理，这里我就不再多解释了。大家有不明白的，可以到我的第2讲里面呢，关于轻断食的讲座，那里面呢讲的呢是对糖尿病，但是对高血压也一样产生巨大的作用。轻断食疗法不仅仅是对糖尿病、高血压的问题，它甚至于对于脂肪肝以及我们机体之内呢所有的一些疾病都有着一定显著的疗效。后面呢我会一一讲解。有愿意去试一试的朋友，请加我的微信，我会把你拉到相关的微信群，那里有专业的人会指导你们如何去做，这很重要。我再强调一遍，轻断食必须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做，不要听网上的讲座就自以为是，因为你们什么都懂，不一定。别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这是我的忠告。好了，这一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